在中国，有人在青旅住了好几年，不是旅游，是真正住下来。而且他们并不是没有钱，有人一个月赚3万块。你觉得会不会很奇怪？有钱了，为什么不租房子？为什么要和陌生人住在一个房间？青旅就是青年旅社，一个很大的房间里有好多张上下床那样的地方。但在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，却有一群年轻人把青旅当成了自己的家。想象一下，刚大学毕业，在北京工作，如果和别人一起租房，可能要花掉工资的一半，但住青旅呢，可能还会再少一半的钱，很划算，对不对？我们来通过新闻标题看看这些年轻人自己怎么说。北漂青年的选择，青旅常住生活的体验与未来趋势。这里有一个词“北漂”，是指那些从外地来到北京工作的人。他们在这个城市没有房子，没有家人，像小船在海上一样飘。他们来这里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，但毕业的大学生工资可能一个月只有5000到8000块。如果花掉一半的钱去租房子住，他们的生活会变得很紧张。但如果他们选择远一点的地方租便宜的房子呢？不是不可以，但他们上下班需要2-3个小时。你想象一下，早上9点上班，你需要7点半以前出家门，而且没有时间吃早饭。但住青旅不一样，第一，它便宜，一个月1500块左右。第二，它位置好，都在市中心。想象一下，一个住青旅的年轻人，他每天还是9点上班，8点起床，收拾一下出门，10多分钟就到了公司。发现时间还早，再去吃一个简单的早饭。你觉得谁的生活更轻松？我们常常会说，时间就是金钱，钱买不来时间。住在青旅的北漂找到了一个舒适点，他们既不用花很多的钱租房子，也不怕住的地方远，上下班不方便。这么看，他们真是太聪明了，对不对？但让人惊讶的是，有些人工资很高，也选择住在青旅。如果钱不是问题，为什么他们还会这样选择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第2条新闻标题：北漂新生活图鉴，月薪3万，他们却选择长期住青旅。周日的晚上，在北京市中心的一个青旅里，一群年轻人，有男有女，一起吃火锅，有说有笑。这些人里有人月入3万，是普通人工资的3倍呢。那他们为什么不搬走？
答案很简单，因为这里像家。这些人住进来的时候都是因为便宜，但时间长了，工作越来越好。虽然挣了更多的钱，但是因为喜欢这里家的感觉，都不愿意搬走，而继续住在这里。他们说，在青旅的生活有温度，有人味儿。青旅的老板呢，更像是一个大家长，关心和照顾着每一个住在这里的年轻人，让他们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找到了家的感觉。所以，即使他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工资，因为这份感情，他们选择留了下来，留在这个大家庭里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的青旅都像一个家，很多的时候只是一种省钱的无奈选择。毕竟在青旅里是没有单独的房间，你可能需要和3、4个人睡在一个房间里。这个问题，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？我们一起来看第3条新闻标题：青旅生活引发热议，身体舒适才是关键，别让省钱成了负担。青旅生活突然在网上成了热门话题，有住过的，有没住过的，都纷纷参加了这个讨论。网上的评价呢，有好有坏。有住过青旅的年轻人说，接受不了，青旅里全是人，感觉一只蚂蚁都要排队才能进去，说得非常夸张，对不对？住在青旅的最大问题，一个是睡觉，一个是上厕所。一个房间里有人9点就睡了，而有的人呢11点才回来。有人睡觉打鼾，还有各种噪音，想睡个好觉实在太难了。再有就是洗澡和上厕所，一早一晚大家都要排队用，你着急也没有用。所以网上有年轻人说了，吃得香，睡得好，还能顺利上厕所，这3件事情做好了，你才能去忙工作吧。不要只为了省钱，想一想自己的身体。说到底，中国的年轻人都知道常住青旅不是完美的选择，但每个人有选择他的原因。有的人觉得能省钱，让自己可以轻松一点；有的人喜欢的是住在市中心，享受这个城市的便利；还有人为了这个人情味儿，能找到一种家的感觉。如果是你，你会为了省钱和陌生人住在一起吗？在你的城市有没有长期住在青旅的人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分享。如果你想跟我一起读真实的中文， description 里有免费的体验链接，点一下就可以加入。我是 Coach 天，下周同一时间我会继续用真实内容陪你一起把中文读懂。我们下周见，拜。